Hello，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回來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是不是有時候想玩點考驗操作，但又不想太複雜的遊戲？沒關係，大陸這次幫大家整理了一期平台跳躍類型的手機遊戲推薦精選。這類型的遊戲都是輕鬆好上手，但關卡設計往往超有巧思，玩起來既療癒又充滿挑戰。那麼這期就包含了多款經典移植作品，硬派跳躍到結合 logo 的遊戲 ，Steam 移植的作品，甚至還有諷刺上班族的，總共20款風格不同的遊戲哦。話不多說，我們馬上來看看這期的推薦吧。Robo 爸爸 3D 是經典系列的 3D 新作，玩家要扮演會說話的 Robo 爸爸，去尋找被奇怪廣告誘拐走的小孩們。玩法是充滿挑戰的平台跳躍，每個關卡中會遇到番茄、洋蔥等快餐主題的敵人，還有5個脾氣暴躁的 BOSS 等着你。不過觸控操作手感可能需要花點時間適應。遊戲內也含有廣告，可以付費移除。喜歡幽默又想挑戰操作的玩家，這款或許是你不錯的選擇。超時空跑跑是款結合跑酷以及沙盒2種玩法的橫版遊戲，玩家將扮演追光者，帶領夥伴們穿越不同的時空，一邊跑酷一邊擊敗各種時光怪物。除了關卡，還有自由建造的家園系統，可以跟可愛的元氣精靈們一起打造屬於你們的專屬空間。操作還算流暢，按鍵位置需要適應一下。遊戲中也有抽卡等養成元素，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。格里克阿祖爾的回憶是一款從 Steam 移植的解謎平台遊戲，講述魔法種族的3兄妹為了逃離戰亂，必須輪流操作不同能力的角色，想辦法打造飛船離開這片大地。遊戲採用精美的手繪動畫風格，整體的氛圍還算是蠻迷人的。而這遊戲需要同時操控3個角色解謎，可能需要多一點耐心來適應。喜歡動人劇情跟解謎挑戰的話，這款是你不錯的選擇哦。Rabbitman Adventures 是一款奇幻風解謎平台跳躍遊戲，你將扮演主角亞莎，在大森林中探索超長的精彩故事。玩法融合了起承飛彈、戴魔法帽、制勝敵人、解開各種物理謎題等元素，蠻豐富的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支援離線遊玩。不過遊戲設計的難度不高，玩家可能會覺得挑戰性不夠。對於想體驗遊戲故事的玩家，這款還是相當值得推薦的哦。小樹歷險記是一款帶有解謎元素的平台冒險遊戲，故事講述一棵小樹意外闖入陰森古宅，必須跟小精靈夥伴一起解開謎題，打敗怪物，想辦法找到回家的路。它的美術風格有點特別，把明亮跟黑暗的氛圍融合在一起，玩起來感覺還蠻獨特的。不過節奏比較慢，需要花點時間探索，適合喜歡慢慢體驗氛圍的玩家哦。Rosewood 是一款以劇情為主的敘事冒險遊戲，故事發生在一位少女的日記裡，玩家可以走在文字上，並用它們來解謎。最大的特色就是美術風格很漂亮，還有波斯王子編劇操刀的感人故事。不過大陸覺得遊戲性比較普通一點，屬於是偏簡單的那種。但如果你只想單純體驗故事，那還是可以試試看的哦。馬基斯冒險是款很有特色的橫版動作遊戲，玩家可以操控主角在地面上闖關，跳進水裡後還會變身成鯊魚來進行戰鬥。遊戲裡有瀑布、礦車等多樣的關卡設計，畫風是復古的像素風格，給人的第一印象還蠻討喜的。這是款免費的精簡版，包含了遊戲第一個島嶼的內容。想玩完整版的話需要付費哦。喜歡變身玩法和像素風格的話，或許可以先下載試試看。
Cyber Robot Gunfight 是款讓你操控機甲進行射擊闖關的動作遊戲。遊戲機甲擁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雷5種屬性，你可以搭配不同的天賦和武器合成，玩起來變化還蠻豐富的。畫面主的是賽博朋克風格，節奏輕快，關卡設計也蠻多樣。而大陸覺得遊戲後期難度會稍微提升，需要花點時間弄一下裝備跟等級。喜歡機甲題材又想輕鬆減壓的話，還是可以來試試看的哦。小三角是曾經在 Steam 上獲得不少好評的平台跳躍遊戲。遊戲沒有複雜的攻擊跟解謎，核心就是跳躍罷了。你扮演一個小三角，用二段跳、長跳等技巧越過刀山火海和陷阱，還要把同伴給救出來哦。畫風是可愛的手繪風，很療癒。但這遊戲的難度其實蠻硬派的，一個小失誤就可能要重來，所以比較推薦給喜歡挑戰極限操作、享受過關成就感的玩家。Get the Grip Chip 是一款設定非常特別的2D 平台跳躍遊戲，玩家要操控微型機器人奇普進入人體消化系統去對抗身體蟲，幫助消化功能恢復正常。奇普則是靠伸縮抓鈎，在各種體液坑洞上搖擺移動，操作跟一般的同類作品很不一樣，需要花點時間重新適應。遊戲還內含教育性質的生物知識物品，感興趣的話就不妨來試試看吧。桑塔与七賽莲是經典動作平台遊戲，桑塔系列的第5部作品，也是 Steam 知道手機平台上的版本。遊戲採用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的設計，你將操控半精靈桑塔，用頭髮鞭打敵人，還能變身成不同的動物來探索海底世界。美術風格華麗，動作流暢，喜歡橫向卷軸動作遊戲的玩家，這款或許是你不錯的選擇哦。靈魂狂熱是一款結合平台跳躍以及洛格要素的遊戲，角色接近敵人的時候會自動攻擊，這點對手殘玩家來說還算是蠻貼心的。因此，我們只需要專心在移動、跳躍跟放技能上面就好，並選擇喜歡的角色來闖關。它的關卡是隨機生成的，每局大概3分鐘就能打一場，很適合通勤或空檔的時候拿出來玩一下。喜歡節奏明快、有點挑戰的遊戲，那就不妨來試試看吧。米瓦聖狐狸是一款手繪風冒險遊戲，故事結合了日本與夏威夷的傳說元素。你將同時操作幸存者和神秘狐狸，運用二段跳、衝刺、砍殺等技巧，在黑暗的魔法世界中闖關解謎，嘗試拯救被詛咒的村莊。遊戲的手繪風格真的蠻漂亮的，整體的氛圍也很到位。喜歡日式奇幻風格的玩家，這款可以留意看看哦。索尼克狂歡 Plus 是經典平台遊戲的移植版，由索尼克的資深粉絲團隊親手打造。你可以操控索尼克、阿爾斯或納克，用各自獨特的能力在關卡中高速奔馳、跳躍、收集金環，體驗滿滿的90年代懷舊風格。大陸覺得遊戲關卡設計到現在都不過時，建議搭配藍牙手把會更順手。喜歡懷舊遊戲的玩家就來試試吧。超級米洛冒險是一款結合解謎以及平台跳躍的像素風遊戲，特色就是智慧跳躍系統，把跳躍本身變成解謎元素，例如跟方塊互動、改變環境來過關。大陸覺得這個設計還蠻有創意的，而遊戲採用直覺的滑動點擊操作，還可以玩釣魚小遊戲，幫米洛換裝，整體的遊戲節奏比較輕鬆，適合喜歡動腦解謎的玩家哦。The Company Man 魔堡是一款 PC 移植的平台動作遊戲，特色是把辦公室日常變成了一場諷刺滿點的冒險。你將扮演一個普通上班族，用鍵盤扁同事，用電子郵件攻擊老闆，靠咖啡豆來幫自己補血。玩法是傳統的橫向卷軸跳躍加攻擊，關卡蠻有創意的，畫面也很精緻。不過遊戲的難度不算低，跳躍手感需要一點時間適應。想發洩社畜壓力的可以來試試哦。
失蹤班班是一款結合射擊跟橫向卷軸的動作冒險遊戲，你將扮演倉促警長，為了尋找失蹤的朋友，在海灘、森林、秘密工廠等場景中跳躍探索，用武器射擊敵人，並與被腐化的老友展開 BOSS 戰。大陸覺得遊戲的卡通風格還有動作流暢度還蠻不錯的，只是難度不低，需要點操作技巧，推薦給喜歡挑戰動作關卡的玩家。Jumbotron Reboot 是經典遊戲系列的復刻版，結合了射擊跟平台跳躍的玩法。亮點就是所有場景都能破壞，可以利用爆炸、崩塌來解決敵人。武器種類也蠻豐富的，從手槍到步槍都有哦。不過可能是手機版的原因，操作上會比電腦版稍微難上手一些，建議可以用手把來玩，體驗會好很多。推薦給喜歡射擊跟破壞的玩家。王座是一款類銀河惡魔城的遊戲，講述獸人首領佔領了王國，玩家要扮演英雄，穿越迷宮城堡，與強大 BOSS 戰鬥，避開陷阱，找回魔法裝備來拯救王國。地圖設計得蠻有探索感的，每個區域都需要你適應不同的打法。大陸覺得遊戲難度不算低，而且教學和指引過於簡單，開局可能會有點迷失方向。喜歡挑戰探索的玩家就來試試吧。塔爾斯大冒險是一款將經典遊戲重置到現在平台的作品，跟一般高速的音速小子不太一樣。這款比較偏向銀河惡魔城的玩法，強調探索、收集道具跟回頭路。遊戲目前收錄了12個關卡中的9個，而且開發者還在持續更新中。如果你是音速小子的老粉，想回味鮮為人知的隱藏版作品，那或許可以來試試看的。那麼這期的遊戲推薦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就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一個讚和分享，訂閱大陸的頻道和開啟旁邊小鈴鐺。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大家遊戲愉快！